素铁山就是清迈的一座小龙脉山，而龙头呢，正好就面对注视着清迈盆地，并结穴于此。这种格局在风水学上被称为是回龙固主。素铁山它并不只是一座山而已。如果你来过清迈，那就一定不会不知道一座山。无论你站在古城里，还是古城外，只要你身处清迈，抬起头往西边方向看，就一定能看见一座总是被云雾缭绕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素铁山。如果打开卫星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整个清迈平原是被群山环绕的，而其中有一条山脉从北向南延伸过来，最终在清迈古城的西侧形成了一个最突出的山峰。自古以来，当地人都称它为素铁山。这座山海拔最高达到了1685米。如果从风水学角度来看的话，素铁山就是清迈的一座小龙脉山，并且是小龙现形、回龙固主的一种格局。在风水学界常说天下龙脉出昆仑，而素铁山的源头呢，同样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昆仑山脉的，因为那里是孕育了亚洲历史上无数帝国的太祖山。昆仑山脉一路向东西南方向延伸，在南向则划为了纵观泰国西部的他念他翁山脉。从整个亚洲山脉格局中去看的话，清迈素铁山同样也属于南向延伸的他念他翁山脉的分支，所以他念他翁山脉就是素铁山的主干龙。而干龙的源头呢，当然就是主龙昆仑山了。主干龙山脉就像是龙的脊梁一样，一路在向南奔腾，又形成了众多的分支。而就当这条主干龙运行到了清迈盆地西侧的时候啊，山脉开始脱胎换骨，并向东回首，向南开平落脉，最终就形成了素铁山脉。素铁山从他念他翁山脉的主干中分支出回，突然崛起，最高的海拔达到了1685米。所以说，素铁山呢，就是一条标准的小支龙山脉。素铁山在地理上啊，虽然是从北向南的一个走向，但山势又属于在清迈的西侧，并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弧形屏障，就像是一条小巨龙在奔腾南下的时候啊，突然停了下来，并向东转过了龙头，在东侧形成了最高峰后止步于此。而龙头呢，正好就面对注视着清迈盆地，并结穴于此。这种格局在风水学上被称为是回龙固主。虽然如今我们可以用先辈们总结的智慧风水学来分析素铁山的龙脉格局，但在700多年前的古兰纳时期，古兰纳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认识到素铁山它不仅仅是一座简单的山呢？
于是我的好奇心开始驱使我，为了解开疑惑，我便开始去寻找线索。而直觉告诉我，想要了解素铁山背后的秘密，当然一定要去素铁山。我承认这是句废话，不过呢，再次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就在素铁山里，我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庙，它气场独特，有种古老的神秘感。我想它一定有很多传说和故事，并且我还好像感觉到了它在召唤我进去看一看。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原来这里叫帕拉寺，没有具体记载寺庙到底始建于哪一年，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在兰纳王朝之前就有了。在看过寺庙的介绍后，我了解到，当年白象背着舍利上山，走到此处时，突然双膝跪地，就像是在对寺庙表示敬意。然后白象又挺直了身躯，继续往山上走。后来国王知道后，就下令修缮这座寺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帕拉寺，应该就是从古兰纳时代至今不断修缮过后的样子。帕拉寺看上去和清迈其他的寺庙截然不同，与其说这里是寺庙啊，我看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在热带森林里面被遗忘的修行之地。在这里，溪流穿过寺院，古树覆盖山谷，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各种绿植的气息。在这里，除了能让我感受到清静以外啊，还会让我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和灵性。可能我所感受到的这些啊，就是这座小龙脉的声望之气。而又因为这座寺庙的缘故，吸引了山中众多的灵聚集于此。我猜他们是想借龙脉之气，在此吞吐日月精华，修炼自己的道行吧。素铁山常年云雾缭绕，雨水阳光充足，森林覆盖率极高，同时溪流瀑布众多密布。从形态来看的话呀，确实是一个极佳的生气之龙。而草木充裕，水系发达呢，也代表龙脉的气血旺盛，如此就能为山下的明堂清迈城源源不断地输送生机和灵气。这条小龙脉落脉结穴于此后啊，还能依靠一处活水来借助地气。那么清迈古城东面的平河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小龙脉与平河水在清迈盆地交汇后啊，素铁山源源不断流下的溪水又汇入平原，这就完美的形成了一个山环水抱必聚气的长风聚气格局。在这个寺庙的角落里，我找到了一座酷似道家修行人的神像，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佛教体系的神像，这让我非常好奇它的身份和来历。但此时的我啊，完全没有预料到，
原来它就是我要找的线索。果然啊，帕拉寺真的是一处非常有灵性的寺庙。而此时的我似乎也明白了为什么会有一种召唤我进来的感觉。刚才由于好奇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尊像道士一样的神像，所以我刚才用手机翻译询问了这里的僧侣。原来这尊酷似道士的神像是当地传说中的素铁尊者，他和佛家的僧侣有所不同，他的身份是鲁西。鲁西源自梵文，翻译为仙人和智者的意思，起源于印度教，后来流传到了东南亚。他们通常喜欢在森林、深山中修行，精通吠陀罗占卜术，还懂医术、草药学和禅病。说起这点呢，倒是和道士挺像的哈。这位素铁尊者的传说啊，更为古老，比起兰纳王朝的历史还要早600多年。僧侣告诉我，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呀，可以去距离帕拉寺30多公里外的南奔古城看一看。在那边有座查玛蒂为女王的寺庙，那里有更多关于素铁尊者的故事。而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位素铁尊者一定能告诉我，当年的古兰纳人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素铁山，它并不只是一座山而已。这是一座距离清迈古城以南约26公里的另一座古城，在古代叫做哈利奔猜城，始建于公元660年，比清迈古城和兰纳王朝还要早600多年。据历史记载，哈利奔猜城在9世纪中叶时期，在女王查玛代维的统治下繁荣兴盛，同时佛教也在此大兴。于是哈利奔猜城就成为了当时泰北的宗教与文化中心。而来到南奔古城，首先的第一件大事当然是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啦。我相信来过清迈的人，大多都会喜欢这里的街边小吃吧。虽然没有精致的摆盘，也没有复杂的配方，一碗船面，一份嘎泡饭，还有刚摘下来的水果蔬菜，吃得安心，也吃得自在。在这里，食物依然保持着它本来的样子，虽然有些简单，不过却足以慰藉人心。我想苏轼当年应该早就悟得此道了吧，所以才有雪沫乳花浮五盏，了笼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而如今的我呀，在清迈饱腹而游，还能笑看云卷云舒，这大概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吧。我是一个隐居在清迈的小岛，用旅行和玩乐的方式去探索大岛，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修行方式。如果各位也喜欢这种方式的话呀，不妨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